我明白了，有一个民间画师仿照雍正的十二美人图作画，可这画中呢又藏了别的画，是这个意思吗？那装裱的时候，原画被隐藏起来，画家为什么这么做呢？现存的清宫十二美人图无题无款，很难确认画中人的真实身份。但在画中悬挂的书画作品中有破尘居士和原名主人的玺印，所以才出现了雍正妃嫔像一说。也有专家推断，这只是从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屏风拆下的美人卷画，寄予了帝王对于俗世美人向往，与雍正嫔妃像并无关系。当然，我刚才说的只是原画的情况。至于这幅民间仿作，过去的文人不都这样吗？对帝王美人宫闱秘史存在很多不切实际的旖旎幻想。就比如说民国时期写的这些演绎，很多都是天马行空。哎，我在想，会不会是第一次接受作画的这个人，根据当时原画所提供的情境，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象空间？但是这个购买画的人不满意，要求画家严格的按照原画进行创作。但是到了最后，画家还是不甘心，就把自己的想法给表了进去。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也有可能是个平病交加的文人，在作画时突然发病，渲染画作，所以不得不隐藏。我觉得原编导的这个想法其实有点牵强了。如果真的是渲染画作的话，那换一块画布不就好了吗？我还是比较赞同木导这个想法，很奇特。我知道，为了炫技嘛，1比1的还原画作多容易啊！只有这么画，才能显示出他不凡的画工，还有装裱的技术。你们这些凡人不会懂的。顾总，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你们看，这是《非遗物语》10分钟前刚上线的下期预告，采访内容和切入点和我们的节目完全一致。明明有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1小时可以印出1万张画，学会操作也只是几个月，而木板水印呢，得一块一块的刻板，培养一个熟练的匠人需要5年，复刻《清明上河图》8年，韩熙载燕乐图从策划到完成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这么耗时又费力的东西，我不明白它有什么。怎么能出这样的乱子啊？再聊联系过赵小涛了吗？除非主动联系不上，否则终将走向。而且这所有的镜头还有剪辑点跟咱们的节目都是一模一样的。未来，这是不是有人看过咱们的素材啊？袁编导，我希望你就这件事情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王姐，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是我泄露了公司素材？我认为你现在和庄一的立场并不适合坐在一块儿愉快的聊天喝茶。是，他邀请我去《非遗物语》，被我一口回绝。难道就因为我们见了个面，你就怀疑是我泄露了素材？明明他才是那个真正值得被怀疑的人。我素材剪辑好之后，第一时间送给你去审阅。公司还不够尊重你这位总编导吗？还是说你回公司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节目？哎，我没有。于再早接收过素材以后，一直从我留在手画斋，他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个素材送给别人。你能24小时形影不离地盯着他吗？袁编导，不要因为一时愤慨而相互攻击，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怀疑。你也不相信我？好了，以后会慢慢调查清楚的。不用等以后了。对于轻易怀疑我职业操守的公司，我没有再留下去的必要。袁编导啊，阿旭，让他去。当务之急，必须找到赵小涛，把事情问清楚了。我想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吧。谢瑶，走，一起。
袁编导，袁编导，不能冷静一会儿，等事情查清楚吗？请代我转交，谢谢。袁编导真的出卖了公司的机密啊？这谁知道？那也是，顾总会追究他责任吗？这接触过原素材的人又不止他一个，谁知道哪个环节流出去的？这要我说，他就这么离开，这可不就是做贼心虚吗？说的也是吧。不是你要干嘛？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不把话说清楚，哪儿也别想去！站着。小涛，我们是否能够知道黄泉到底答应你什么吗？因为你原本送审的素材全部作废了，给我们节目组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真相，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哎，先别拍了，别拍了。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这是你的介绍信。他答应引荐我崇拜的漫画大师，还让我去他的工作室当助手。啊？就为这个？不是你脑子是怎么想的你？赵师傅，别着急，小涛。你答应给我们一个个人专访，可是你现在又出尔反尔，这样做是不对的。再说了，方权给你开的条件，我们也可以做到啊。还给你做专访？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会在这儿吗？老辈匠人做这行，多数是为了谋生，后来这个行当成了非遗，成为了艺术，为了迎合社会对匠人精神的追求，你们把我爸活生生地架在了艺术家的神坛上，就为了这个，他本来都已经答应让我去画漫画了，后来却出尔反尔。听说你的报道还拿了大奖，名利双收，可你有想过，你的哗众取宠毁了我的人生吗？想过吗？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啊！赵老师，我能跟您单独谈谈吗？芳姐，
那期节目当初是我力排众议去做的，后来木板水银术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赵师傅也因此一夜成名。我一直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有意义的事。所以呢？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那期节目居然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你姐都这么难受了，你都不要安慰一下？你早点醒醒吗？姐姐，别拍我了，赶紧想想下面该怎么办。我就是要来跟你说，我已经想到了。我听说这是小涛独立完成的第一幅作品，是他主动起名要完成这幅《骷髅欢喜图》的。他总是说，自己就像那个小骷髅一样，要走怎样的道路，从来用不得自己做主。可是你对比一下原作，你就知道他在这一行多有天赋。你说我能这么放弃吗？赵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当年是学国画的吧？国画系毕业，我的很多同学如今都是国内颇有名声的国画师了。赵老师，您没有成为一名画家，做自己的原创作品，心里真的没有留下半点遗憾。对于年轻人而言，追求职业选择的自由，也是对个体生命的一种尊重。请您相信，木板水印流传了上千年，它是一项富有生机、具有高度价值的事业，它会自主选择更适宜它的继承人。请您不要再勉强小涛了。咱们到底要等啥呀？非得睡在这儿啊？不能到附近的酒店找个地儿睡吗？我看今天咱们就算守在这儿啊，也拍不了什么有用的东西。有没有用我说了算，睡觉。呵。我就说会有好梦吧。拖出去！来人！皇上恕罪！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啊！
皇上恕罪，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来人！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皇上，你看，为何将朕画成如此模样？回陛下，大清万里江山何等壮丽秀美，惜陛下夙兴夜寐，忧劳国事，从无赏游之暇，故而微臣借由此画博陛下一笑罢了。哦。好一个有趣的画师啊！来啊，奴才在。把他带去圆明园，给年贵妃作画。臣遵旨。哎呀！好心提点你一句，自打年羹尧被押回京师受审，年贵妃便忧思过度，搬去了圆明园养病。皇上心里惦记，遣了3回画师，都未带回贵妃的进项。你去，二位请跟我走。年羹尧被押入京师会审，那现在是？这幅画里的时间正是雍正3年。哦，年羹尧下狱受审，年家大厦将倾，年贵妃兼具忧虑，心中怨恨，才会避居圆明园吗？还是他想要要挟皇帝，赦免年羹尧？那我们待会儿要见到的年贵妃会是年秋月，还是华妃娘娘？是历史上雍正帝最宠爱的女人，大清敦肃皇贵妃年氏。
娘娘，画师到了。叩见贵妃娘娘。叩见贵妃娘娘。平身吧。谢娘娘。谢娘娘。先放到一边吧。之前画师所作之像，皆不合娘娘心意。娘娘看了你为皇上做的画像，很是喜欢，便由你来为娘娘作画吧。你们给我记着，不许欺君，更不可让陛下忧心。他没说什么吧？回陛下，年贵妃命臣转呈，年羹尧骄纵肆意，跋扈专权，理应国法惩治，以示天威。唯有年老大人人事勤勉，又年事已高，望陛下予以宽免。他就没替年氏一族求情？你对朕避而不见，是否心中对朕有怨？裘妆对镜，愁眉不展的裘妆美人，重以巧笑倩兮的模样示人。床前
斑竹文圆机上不见药盏，只于精致茶盘与蓝釉盖杯。力持如意，手持如意的美人独立庭前赏花。牡丹雍容盛放，姹紫嫣红，与美人手中的竹雕灵芝如意并作富贵如意的吉兆。妾偶感风寒，病容憔悴，无颜面见君王。待明年桃花开时，妾的病定然大好，再去御前侍奉。遥祝圣体安康，勿自珍重。怎么样？你的梦。依照史实，年贵妃是在雍正3年11月去世的。她死后1个月，雍正帝就赐死了年羹尧。在他给我的第一手素材里面，雍正帝深爱年贵妃，但是为了国法，雍正帝必须要杀掉年贵妃的哥哥年羹尧。年贵妃呢，为了年家的事情忧虑成疾，最终病入膏肓。但是呢，她又不想因为自己的健康问题影响到帝王的抉择，所以说啊，即便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建帝王，也难逃责任与自由的选择。再加上美人图背后的秘密，这个戏剧冲突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不过我觉得呢，让观众自己看故事总比用台词说教的好，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说教的台词全给删掉了。大家觉得呢？用故宫12美人图编故事，你什么意见？我想艺术创作和真实生活，观众还是有基本的分辨能力的。那可不一定，世界那么大，总有人分不清的吧？后期加上本片纯属虚构，阿区记一下。
著名主持人，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怎么今天一个字都没有了？没事儿。可我总觉得这个片子还缺点什么。缺什么？来不及了，马上剪辑，赶快送审。散会。你先看，我去接水。嘘。回陛下，大清万里江山何等壮丽秀美！昔陛下夙兴夜寐，忧劳国事，从无赏游之暇，故而为臣。别动！老师，兴兴哥，谢谢。他都出卖了公司的机密，还有什么可谈的？兴兴，我解释，你不用跟我解释，去公安局解释。哦，庄依依打从一开始就没想挖我过去，她自己约了我，又找人约了汪姐出去，故意让汪姐看见我和庄依依见面，就是为了从内部进行分化。石勇哥，我有话跟你说。今天庄依依找我了，她想让我去她那边。那你在这儿，汪姐呢？汪姐让我们自己解决，这个点儿应该在睡美容觉了吧？顾总，明知道公司内部出了问题，还让素材流出去了？我相信你会拿出更好的创意。就这么简单？不然呢？王姐，您看看妆怎么样？妈，没事儿，不用看，挺好的。著名主持人，怎么了？这是？那件不是都抓到了吗？干嘛还这么丧啊？今天补拍这个镜头非常重要，知道吗？咱不能用这张脸对观众吧？拍什么怎么拍，那是我们说了算的事儿，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观众怎么想，那是他的事儿。他只要能够从我们拍的片子里看到我们是否真诚、是否用心就够了，别的咱控制不了。这你不会想不通吧？你当初结婚的时候，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吗？别这么看着我，我说的没错呀。你又不是奔着禁锢赵小涛的人身自由去拍的，那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儿啊？拜托了，他是成年人，没有人捆住他的手脚，没有人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你不是也见过大风大浪的吗？不至于啊。如果这个也怪你的话，那咱谁都别拍了，都拍动画片得了。加点腮红，看起来有气色。哎，是得加一些腮红。哦，好，我这就帮您加。
小涛。非遗物语发质检声明了。陶唐，我的片子里到底缺什么？你告诉我呗。这得你自己领悟，再仔细的好好想一想。曹教授，赵老师，过2天他就要飞北京了。有件事我想拜托您帮个忙。小涛，赵老师有东西让我交给你。他要想干嘛？你回去告诉他，我是不可能回去的。我想做漫画家，我不想一辈子做工描师，我不想。小涛，赵老师什么都没有说，只让我把这张卡交给你。小涛，做工描师也好，做漫画师也罢，想要做出成绩，都要忍受常年的积木。不管你选择怎样的人生，希望你可以坚持到底。至少这一次，路是你自己选的。看来这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吧？赵老师，小涛想明白了，既然您需要他，他会留下来继续干好工描师的工作。不过他希望您能同意，业余时间让他继续自己的爱好。
我知道咱们节目缺什么了。缺什么？你看，看看，这原创水平，灵魂画手啊，分分钟看得人心灵崩溃，这才是他不敢离开的原因。怎么样，我聪不聪明？这是小涛6岁时的作品，赵老师收藏至今。你缺的是温度。什么温度？小涛一直在抱怨，却从未真正离开过。仔细看他的作品，只怕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对木板水印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排斥。或许是一开始赵老师的处理方式出现了问题，才引发他那么大的反感。其实莫导说的对，没有人真正束缚他的手脚，只要他要挣脱，随时可以获得自由。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为什么？药箱，颈椎治疗仪。按摩靠垫，温控水杯，所有的这一切又是谁布置的呢？现在你知道束缚小涛的到底是什么了吧？新奇的创意只能吸引观众一时。但只有挖掘出人性中温情脉脉的部分，才能让他们给你打出高分，明白吗？高分？嗯，我明白了。等会儿，线条又虚了，实一点，把气沉下来，别着急。耶！好，别动啊！100分。2、3，慢点跑啊！好了，擦一下。100分。歇会儿吧。哎，你到这边来。100分。怎么，带小孩上瘾了？你看妈妈给你拍的。小蜜蜂多可爱。这次的事件还没能让你吸取教训。100分。或许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你说的真面目，是这样吗？双一，你要不要过去给你拍一张？100分。淘淘。
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次虽然各大文博单位和名家个人都有送展品来参展，但这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且多数代表性的钟表作品没有参展。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文物的保护，所以你要想申请拍摄许可证太难了。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我们该怎么去拍？大家想想，怎么了？一个来自编导的绝望。又怎么了？对汪姐的话表示赞同。非遗物语要去广州和瑞士取材了。啊？那么有钱呢，还去瑞士？顾总，如果要做钟表呢，可以去拍钟表修复，介绍古董钟表修复师，但是也有问题。一来，珠玉在前，意义不大；二来，这个钟表修复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拿出半年的时间去跟拍吧。如果要是浮光掠影的拍，那我们拍的意义何在呢？还有，古董钟它得动起来，观众才能知道它有多美。但是它的开动表演，每个博物馆都是有严格计划的。难道不是因为大家都有固定的思维，总是局限于文物的本身，找不到更好的角度吗？每一座古董钟背后一定有它的故事，想办法把它挖掘出来，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到现在，我听到的就是各种的麻烦，根本没有听到解决的方案。大家这不是在开会，在商量研究吗？老板，你们别看我呀，我就只是个摄影师而已，我什么都不懂。摄影师用眼睛看文物，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样的话，你为什么要做摄影师？做观众不是更轻松吗？陶唐怎么还没有来？一直在联系，可能是欠费了吧。我现在去找他。顾总，上车。去哪儿啊？不是要去找陶唐吗？哦。陶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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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他不开门又不接电话，报警啊！你办事能不能长点脑子呀？这可是高档小区，一旦警察来了，你让隔壁邻居怎么看陶唐啊？你说的对，他肯定是早上洗澡的时候一不小心滑倒了，摔晕了，大院里。你到底明不明白，打110和打120有什么区别？手机给我，手机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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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哎，你们在干什么？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想休息一段时间。那你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的待几天。怎么，我没告诉你吗？啊，有可能我忘了。于再早，你又在干什么？你是来研究植物的吗？那你不参与公司节目制作了吗？
不参加了。近期有可能出门旅游，抱歉。哦。陶唐，怎么，你不接电话吗？顾总，汪姐有个新的策划案，需要你赶紧回来。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陶唐，你要只是觉得很累，休息一段时间，出去走走也好。但是如果遇到了什么难题，我一定向你坦诚，我保证。好吧，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我先回去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于再早，王姐有个新策划，想听你的建议。走了。走了。陶唐，怎么了？兰花，你忘记浇水了。原来把你给忘了，对不起。你到底在磨蹭什么？难道你们秘密不能当着我面说吗？是什么意思啊？确实有不能说的秘密。于再早，不是你说不要磨蹭的吗？先吃个中饭。你不是有急事要回公司？那就拜托你多吃点，养胖点。每次我爸见到我都说我克扣员工，你的工资有少发吗？你中午想吃什么？有什么可看的？来，帮忙发一下，谢谢。对不起啊，临时把各位都招回来。这本资料呢，请大家看一下。Herbally。对，现在这家钟表公司呢，正在与文物展合作，以中国古董钟表为设计灵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系列，叫“时光”。他们现在呢，想借由我们这个节目，把这个系列呢推向市场。不过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节目中植入他们的广告，对于时长、要求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这距离上午开会结束不过才3个小时，你的速度也太快了。3个小时够做好多事儿了。顾总，您的意思呢？依靠不断攀升的收视率，我们暂时稳住了电视台。但是毕竟之前我们损失了很多广告商。生存第一，我没意见。先别答应的这么快，现在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这次他们这个全新系列，你要的女明星有……您别告诉我是庄依依。她是其中之一。那么我们讨论一下该怎么做吧。OK， 休息10分钟。好，很棒，辛苦了，辛苦了，坐这儿休息吧。我看了一下，咱们还剩个2、3个镜头就结束了。行，没事。
拍的特别好，喝点水吧，喝点水。好。辛苦了，拍那么多遍。没有，没事。后面主要就是剩一些特写镜头，可能一会儿手上的动作可以多一些。我马上去催。一，你知道吗？这次拍摄呀，本来方权是要找麻烦的，还是赫布林那边亲自去协调的，可见他们这一次对新片发布非常重视。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总部会根据综艺广告的市场反响，最终在你和武星之间选择一个作为全球代言人。要论人气的话，自然是你更高一筹，但是他们始终犹豫不决，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表现。依依姐，我去问过了，你还得再等一会儿。等多久啊？20分钟，或者最长不超过半小时。告诉袁编导，我们没意见，再晚我们都等。嗯，好。你可别小看他们广告承制方，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往往在关键节点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还不能轻易得罪他们。记得，晚上请他们的负责人吃个饭，大家一笑泯恩仇，一起合作赚钱嘛。哎，我真没时间了，我得走了。我是个不顾大局的人吗？先走了。问呢？袁编导，到底还有多久？周小姐已经等不及了。快了，快了。依依姐，马上就好了。看，谢瑶，换个景别，再来一遍差不多了。好，收到。不好意思啊，庄小姐，米氏赫布林那边对于广告中差的要求很高，可能还要你再等一会儿。袁编导，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啊。为什么还选择留在这家公司呢？我有自己的职业操守，朝秦暮楚的事情我不做。再说了，遇到很强的竞争对手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能转身就逃呢？你一开始就看错了人，找错了对象。所以你刚刚是故意让我难堪吗？刚刚30秒的广告中插我拍了12遍，庄小姐亲眼看到成片之后就会知道我的工作成效。淑荣，哎，给庄小姐补个妆。来了。好了吗，谢瑶？好了，袁编。谢谢啊。OK， 可以了，吴昕小姐，辛苦了。好了，辛苦了，辛苦了。刚才这个拍的可以，这个。我去你洗手间。好，把灯光调一下，咱们准备下一张。灯光下上去后，咱们歪一下。行。等一下，我去个洗手间。帮我。别看谢师傅快要退休了，他从事这个行业50年，参与过国内外多个明清皇室钟表修复项目，家里的收藏品啊都能办个博物馆了。
这样的人物，汪姐都能请来的。推进。跟着手，对，推上去，推上去，这些。卡好，大家休息会儿啊。谢师傅，这位女生也是您徒弟吗？嗨，一个逃兵。等我拍完之后，咱们去 B 组探个班吧。不对。哎呀，我觉得武鑫的他的整个风格啊，应该是成熟大气的，更适合清爽干练的造型。那咱们今天拍的风格吧，是有点违和啊。确实跟武鑫的气质不搭，但这是广告商认可的拍摄风格。再看看吧。哎，这张行啊。这个可以，但是他那个表呢，没露出来表啊。边边的。庄小姐，不小心崴了脚，拍摄可能要暂停。啊？好端端的怎么会崴了脚呢？好像是洗手间那边出了点意外，这具体情形我也不知道。赶紧去休息室看看吧。你先挑着。行。庄小姐不是崴脚了吗？节目组请的医护人员很快能处理的，让她进去吧。袁编导，庄小姐有话要对你说。我们先进去了解一下情况，你再等一会儿吧。好的。怎么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进啊？让他们进来吧。庄小姐，您刚才……庄小姐，那个医护人员就在外面等着，可以帮你简单处理一下。今天的拍摄可以取消，品牌方那边我去解释。咱们后续补拍的时间也可以再协商的。没事的，这种小事一般我都自己处理的，就是有点红肿发炎，不需要医务人员。让他们先回去吧。好。今天的拍摄不用取消，我休息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哎呀，庄小姐，你真的不用这样勉强的，只要沟通好时间，不会影响后续你的工作的。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腿有病，第一次看见还是会惊讶，可我真的不需要特殊照顾。那个，我摔了一跤，头发都乱了，你帮我整理一下可以吗？好的。还有这里，好。我把一会儿要拍摄的衣服给你拿过来了，您吩咐我去哪就可以了，谢谢。袁编导，我跟你说了，我真的不需要特别待遇。庄小姐，我们之前确实有一些误会，刚刚还让你等那么久，我感到非常抱歉。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今天的拍摄能一切顺利。你需要我为你提供特别素材吗？
我只记得那天我躺在那儿，一直等别人来救我。后面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父母离婚之后，我就跟着我奶奶生活，我们俩相依为命。她每天起早贪黑的在菜场里卖菜，就为了维持我们的生活。出事之后，那2个离婚的人回来了，我还以为他们要来看我，但后面发现，原来他们是为了那笔巨额的赔偿款，还真的不可开交。那个时候，我过分的在意自己的缺陷，走到哪儿，总觉得人们用很怪异的眼神看着我。专一。刚开始，我还以为有谁忘记了带走了，但从那天开始，就有一个人默默出现在我的身边。每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会默默地提供帮助。从一把伞，到一本书，到我心仪的礼物。可是，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不需要廉价的同情。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和他一样，可以勇敢地走到镜头面前，坦然地接受众人的瞩目。好，给我吧。我想，可能那块表，就是打开我另外一个世界的钥匙。怎么了？你觉得我在编故事啊？Michelle Herbelin 10年前的经典款，我刚刚摘下来的。不然你以为找我的品牌这么多，我为什么要那么执着于这个品牌啊？因为它对你有特别的意义。那你后来找到它了吗？啊，对不起啊。你还好吧？陶教授，他对我说：“人活在世上，都需要别人的帮忙，我也不例外。任何时候，人都要坦诚地面对自己。”袁编导，我真的很想拿下这个对我意义非凡的代言，
你可以帮到我吗？我会派出最美的你。人生第一次陷入灰暗时，曾经以为再也无法拥有绚烂的未来。此刻有人对我说，无论贫穷富有、疾病健康，唯有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今天浪费的每一秒，过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平凡的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时光，至少我们还有此刻。从这一刻开始，只有把握当下，才能改变未来。再艰难的时光，只是漫长人生的一个阶段。我告诉自己，抓住生命里的每一秒，哪怕比别人付出10倍、100倍的努力，也要拿到人生的奖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的赢得尊严。辛苦了，辛苦了，一姐。辛苦了，一姐。OK， 可以了，结束了。谢谢。辛苦了，张小姐。谢谢啊，小心。身体调一下啊。人编导，汪姐来了。探班来了。汪姐，来，大家辛苦了啊！买咖啡了啊！辛苦了，去喝咖啡。好，谢谢王姐。王姐，你们怎么来了？叔叔都跟我说了，你就这么信任他呀？信不信不重要。王姐，先过来看看我们刚才拍的片子吧。这边还有。一起看。都仔细检查一下。这边轨道看一下。好。编的，好不容易哦，你看这礼服上全是汗。王姐，你看。王姐，你们来之前这个片段拍过很多遍了，他一句抱怨都没有过。不管我提出怎样苛刻的要求，他都会照办。他这个人怎么样，我不评价，但对于他的敬业，我丝毫不怀疑。欣赏一幅美丽的画，未必要了解模特本人，是不是？拍的还不错吧？总编导，得加油喽！小鱼，他又怎么了？他不一直这样吗？咱们接着看。对了，这还给你，谢谢了。怎么了？顾总，当年庄一车祸的事件你知道吗？车祸？再艰难的时光，只是漫长人生的一个阶段。我告诉自己，抓住生命里的每一秒，
哪怕比别人付出10倍、100倍的努力，也要拿到人生的奖杯。哎，佳颖，赫伯林那边沟通过了吗？我的想法在拍摄前就和他们沟通过，他们很喜欢这个创意，对庄小姐的表现也非常满意。如果我们选择庄小姐人生当中若干个重要的时刻，以蒙太奇的形式来凸显时光流逝当中的陪伴的定义的话，会不会更好？问我呀？啊？那你们都没什么意见，我能说什么？于编导，你有什么意见想法，也可以拿出来跟大家沟通啊。我不喜欢，你不喜欢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创意。你不喜欢它，是因为我本人吗？是，也不是。对不起，麻烦各位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跟庄一说。嗯，正好，我去喝个咖啡。哎，佳颖，帮我看一下资料。好。你也出去。我要听。你向袁佳颖讲述那个人是陶唐。这么明显吗？这广告不能播。一个车祸肇事者，在回忆当中化身为一个完美初恋，这还不够美化他的形象啊！难怪你一边接受他的照顾，一边想尽办法折磨他。你一直认为他是撞伤你的肇事者，难道不是吗？陶唐，你听我说，这件事，爸是为你好。车祸的事都是我父母在处理，但是我见过那个男人，他在我出车祸之后来过医院，带着巨额的赔偿金。是他用那笔钱买走了我的右腿，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张脸。在那之后我就明白了，陶唐一切对我的好，只不过是为了他自己赎罪。如果你认定陶唐是肇事者，为什么不揭穿他？揭穿他，让他心安理得的离开吗？当然不。他既然要赎罪，我为什么要拒绝？你拍这个广告是为了折磨他吧？你的思路很有趣呢。撞伤你的车辆你还记得吧？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公安局也会有记录。陶唐那天出门遇到有人蓄意挑衅，他一直在避让，对方不依不饶，那辆追他的车才是真正的肇事者。所以你的意思是，在这场意外当中，他完全就是无辜的吗？是他把不幸带给了我。陶唐根本是责任心太强，把一切责任揽在身上。再说了，那只是一场意外。这个世界上不是你忏悔我就必须要原谅，尤其是这种赎罪是建立于欺骗之上，不是吗？你不是当事人，你无法感同身受我的痛苦，所以你们都没有资格去评论这件事。我告诉你，这个广告我绝对不会让他播的。除非你想永远失去 Herblin 这个广告商。By the way， 你的 idea 我很喜欢。Ciao。好像惹上一个超级大麻烦呢。顾总，顾总，顾，又有什么事儿啊？武鑫的经纪人说今天一定要跟你见一面。麻烦还不止一个呢。再艰难的时光，只是漫长人生的一个阶段。我告诉自己，抓住生命里的每一秒，哪怕
比别人付出10倍、100倍的努力，也要拿到人生的奖杯。实在是不好意思，路上堵车，让二位久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正式的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总 PD 于在岛小姐，这位是5星小姐，这是她的经纪人陈哥。吴小姐好，陈哥好。顾总，黑本人可是同时向我们家5星跟庄依依发出邀约，公司总部也是根据试拍的结果来决定最终代言人选。我们可是推掉了知名导演的试镜机会，给了你们充足的档期进行拍摄。可我听说你们单独给庄依依拍摄了短片视频，顾总，你这样厚此薄彼，对我们家欣欣太不公平了吧？陈哥，你一定是误会了，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们给嗨本人总部发的样片就摆在那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啊。我们欣欣可是非常珍惜跟嗨本人的合作机会，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一味的退让，大不了可以不拍了嘛。但是公道我们一定是要讨的。陈哥，你别激动，有事好商量。不是广告的问题，能不能接到这个代言，对我来说根本没所谓。但是我认为，我比庄依依更适合这个系列的手表。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你比她更适合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论圈内资历，论电影的提名和奖项，庄依依跟我们家5星怎么相提并论啊？我在问武小姐。庄依依出道的时候是以国民少女的形象走红，她的关键词是甜美、亲和、正能量，诸如此类吧。可 Herbly 的时光系列面对的是什么人呢？是独立女性、职场女性、成功女性。那么明明形象更合适，为什么你和她在同一个竞争跑道上呢？你什么意思啊？因为人气。国内独立女性、职业女性、成功女性形象的稀缺，造成了最适合此类角色的武小姐这几年来都没有拿得出手的影视作品。明明演技更好，国民度更高，可您却在与后辈的竞争中不幸落了下风，不是吗？顾总，你这人会说话吗？啊，陈哥，你不要生气。于在早，你想干什么？有话就直说。所以要重拍啊！不要飞扬的裙摆，不要性感的红唇，不要娇柔造作的笑容，我们干脆的、利落的重新拍一版吧。二位慢走，一定好好合作。不骂我？我终于知道我爸为什么把你送过来了。为什么？以前我折磨他的次数太多了，他把你送过来毁灭我。于在早，重拍是随随便便能说出口的吗？你知道这一系列的后续有多麻烦吗？我只负责拍啊，其他的你善后。所以我不同意。那你就去 Herbly 登门致歉，跟他们说撤回为庄依拍摄的广告啊。那么我们算是达成一致喽。Give me 5。耶！耶！啊！有毒吧？我不是说过吗？我想一个人安静几天。你走吧。糖糖，我进来啦。为什么要来？陶瓷，青红炖脏，都。
有没有关于西洋钟表修复的书啊？我问你为什么要来？我问你话。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啊。还不过来？你让我从哪儿给你讲起呢？不如先聊聊庄一的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认为呢？没想到，我拐弯行事，间接造成庄一的事故。明白了。这是什么？这是清宫造办处座钟处设计制造的木楼转八仙塔式钟。哦，13层塔，总高1.45米，上弦后会奏乐，廊上还有八仙。奇数层会顺时针转动，偶数层则走逆时针，相互交错，设计有趣。这是乾隆年间制造的。其实，首先在清宫内尝试生产钟表的是康熙皇帝，当时的座钟处被称为自命钟处。从那时起，钟表就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使用的计时仪器日晷。到了雍正年间，出现了可以报更的自命钟，譬如这座紫檀重檐阁楼式嵌珐琅更钟。你看，这2个小盘，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这是定更盘，这是节气盘。顾名思义，随着节气的变换，起更时间和更间长短会发生变化，用它们2个可以进行调节。博物院收藏的钟表，体现了中国人的性格。钟表不是舶来品吗？我们国家收藏了全世界最多的古董钟表，但来历却只有3种：他国赠送、高价购买、自行设计制造，每一座都记载明确，来历清白。钟表如此，其他文物更是如此，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和原则：上善若水，中正平和，不巧取豪夺，不侵犯他人。你看这个，设计的是不是特别精巧？铜镀金8宝瓶饰钟，就是还要多久？1个小时。不要那种舞台化的妆，要生活的，越自然越好。缩短到半个小时吧。啊？那要1个半小时呢？为什么？这越清淡自然的妆容是越需要时间跟技巧的。你想让人家脸看起来哇跟素颜一样，哪那么容易呀？这形容到底从哪帮你挖来的？我一点程序都不了解。这不仅不了解，还缺乏兴趣。
是个很奇怪的人。于在早，你过来。赶紧吧。不过他也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所以这次就拜托你，就请相信他吧。啊，我尽快啊。下班了，我先走了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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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诺，不管多忙，记得吃饭，别太辛苦。我马上要飞广州，女儿生病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工作能有女儿重要吗？你到底几点能到家？肺炎已入院，快点过来。
好看吗？好看。